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美男滤镜破碎，6位靠角色成男神的演员，真实颜值进步起细看。在现今的演艺圈，任何一个人物都能让艺人一夜爆火。2019年。王一博出演《陈情令》中的蓝湛一角，表现得如同一颗崭露头角的新星，迅速崛起为一线明星。他在剧中的扮相清新脱俗，宛如一幅古画中走出的贵公子，令观众们顿生爱慕之情。罗云熙亦深受相同魔力的眷顾，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他饰演的润玉角色使他成为观众心中的遗憾。他对爱情坚定不移的深情，与其带有着书卷气的清冷外表，仿佛是小说中英俊男子的最佳代言人。罗云熙的现身，不但使观众们寻觅到小说中的清冷美男，同时也发现了拥有文雅气息的美男。然而，当罗云熙摘下滤镜，真实的他还能保持先前的震惊吗？事实上，岁月流转，罗云熙的身材改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她那极度瘦弱的身体与大众心中期望的润玉形象相去甚远。角色滤镜仿佛一副修饰眼镜，让观众透过角色看到演员。因此，我们不自觉地将角色的魅力与演员本身融为一体。这种现象在演艺圈中普遍存在，并不仅仅限于王一博和罗云熙二人。程毅因在《琉璃》中扮演司凤一角而跻身于新晋古装男神之列，而任嘉伦也是通过《大唐荣耀》一炮而红并备受青睐的。然而，当演员尝试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时，情况会突然急转直下。程毅在《南风知我意》中因表演而受到广泛质疑，而任嘉伦在《与君初相识》中的造型也凸显了他颜值的弊端。这些事例提醒我们，一旦摘掉角色滤镜这副眼镜，就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接下来讨论古装 vs 现代，演员们的颜值拷问约550字。程毅和任嘉伦的演艺历程宛如一面魔镜，折射出大众对古装剧与现代剧男女主角颜值的迥异期待。琉璃中，程毅成功地诠释了司凤这一角色，从此被誉为古装男神。程毅扮演着一位清冷贵公子，这仿佛是为他专门定制的。他在《沉香如屑》和《莲花楼》等仙侠剧中的表现同样精彩，赢得了观众对他的颜值与实力双重方面的肯定。然而，当程毅从古装剧转向现代剧《南风知我意》时，观众们惊讶地发现，那位迷倒众人的古装男神似乎已经消失了。许多人认为他的发音不够自然，念台词时仿佛在朗诵课文，而且他的嘴唇似乎无法充分张开。出乎意料的是，程毅在现代剧中的表现揭示了他在颜值方面的一些弊端，比如他的嘴巴略微突出，眼睛有些细长，下巴也稍显短促。在古装剧中，这些特点通过服装和妆容得以掩盖，不显眼。然而，在现代剧中，这些被隐藏的特征却变得一目了然。在现代剧底线中，程毅的颜值弱点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与靳东的合影中，他那瘦弱的身材显得比别人矮了一截。靳东身姿笔直，骨骼结构优越，站在旁边的程毅显得有些逊色。即便在日常生活中，程毅的照片也难以掩饰这些缺陷。他的嘴巴稍大，眼睛也不算大，骨相并不突出。一旦弯腰，他就不再是观众心目中的那个阳光大男孩了。任嘉伦于2017年凭借《大唐荣耀》一举成名，自那时起，任嘉伦便坚定地踏上了古装偶像剧之路。在《周生如故》和《白蛇传说》等剧中，他那清冷的风格和英气的扮相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他被称为古装剧免检演员，只需穿上古装，便可立即变身为令人心驰神往的美男。然而，当任嘉伦出演现代剧时，
那个惊艳的古装男神形象极难重现。他在与君初相识中的造型直接凸显了他在颜值上的局限，国字形的脸庞，五官稍显短小，鼻翼略显宽大。他缺乏古装的掩饰，脸上的特征变得异常突出。更为糟糕的是，他的身材问题被赤裸裸地揭示出来。虽然他的身高达到178厘米，勉强可以在古装剧中应对，但在现代剧中，特别是在红毯等隆重场合，他的55分身材比例显得尤为突出。程毅和任嘉伦的事例引发了人们的思考：古装剧的化妆和服饰是否类似于美颜滤镜，为演员打造了一个接近完美的形象？当角色滤镜被揭开，演员的真实颜值如何面对观众的审视？此外，这也凸显了演员需要在不同类型的角色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定位，而不能过度依赖某一类型的角色滤镜。胡一天在年轻偶像界取得了令人认可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他成功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角色。自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饰演江辰一角后，他迅速走红，成为炙手可热的小生。他的处女作使他荣登校园男神之巅，堪称他的巅峰之作。他拥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外貌，标志性的双眼皮和高眉弓、高山根，使他的五官更加生动。他身高出众，达到188厘米，穿上校服时更凸显了他充沛的青春活力。毫无疑问，他那绝佳的外貌条件使他成为扮演校园男神的首选。他在《亲爱的热爱的》中饰演的吴白同样传递了阳光清新的形象，再次赢得了观众的青睐。然而，当胡一天尝试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参演古装剧《绝代双骄》时，结果却出乎意料地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昔日的校园男神身着古装却显得颇为别扭，没有了刘海的遮挡，他那略显狭长的脸庞显得十分木讷。他身穿白衣，并没有带来任何仙气，反而使他感到更加局促不安。与观众心目中古装美男的形象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更加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胡一天竟然开始长腮，这让许多观众在观看他的新剧《惜花纸》时不禁心生怀疑：这真的是胡一天吗？在头套的衬托下，他的大长脸显得更加突出。在花絮中，他的面部线条僵硬，嘴巴和眉毛的形状也显得非常出戏。许多网友纷纷表示他像网红小吴，并建议他避免再扮演古装角色。演员的转型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胡一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当观众习惯了演员的某种形象后，如果看到演员有太大的造型反差，往往会感到不协调。许多青春偶像在尝试突破自我、扮演新角色时都遇到了类似的窘境，这不仅仅发生在胡一天身上。这个事例也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即每位演员是否都存在着能够发挥最佳效果的角色适配性。换句话说，青春偶像剧中的璀璨之星能否同样在其他类型的演出中闪耀？演员在保持独特魅力的同时，如何满足不同角色的需求，这是他们不断面临的挑战。对于胡一天来说，前方的路还很长，他需要找到更多与自己相符的角色，打破自身的局限，这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构成一个重大的挑战。观众同样面临着一种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来迎接演员的各种尝试，而不是将他们局限在某个固定的刻板印象中呢？在娱乐圈中，身材管理已成为一门必不可少的课程。即便是一线明星，也时常会受到身材变化带来的烦恼。王一博和罗云熙的故事恰好可以证明这句话。2019年初，王一博在《陈情令》中饰演了蓝湛一角，从而成功跻身一线明星行列。彼时的他身形清瘦挺拔，是令人难忘的蓝忘机。然而，时光荏苒，我们发现王一博的体重逐渐增加。
直到大约2021年，他的变化才变得显而易见。在广告中，他的脸肥胖了一圈，两颊和下颌明显发福发腮，失去了以往的立体感，也不再展现出优越的骨香。网友戏称王一博为发面馒头，这一情况在那年的跨年晚会上达到了顶峰。他的身体姿态的变化不仅影响了他的舞台表现，也让人怀念起当年那个清冷帅气的蓝湛。在与梁朝伟合作的电影《无名》中，单独看王一博的面容尚属可观，但当与梁朝伟同框时，王一博的面容显然不及梁朝伟的棱角分明。与王一博不同，罗云熙选择了极端的减肥方式。尽管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扮演润玉时，她依然保持着健康的身材。然而，随着时光的流转，她的身材愈发纤细。据说，她的腰围仅有惊人的62厘米，甚至比许多女生还要细。那双腿瘦得令人担忧，似乎到了病态的程度，如同筷子般纤细。罗云熙的作品明显体现了当下社会对白幼瘦审美的推崇。在《心跳源计划》中，他与宋茜一同出镜时，两人的身形看起来几乎完全一致。从两眼写意可以看出，他的脸颊日益消瘦，原有的丰腴感早已荡然无存，与过去的男神形象大相径庭。与其他男演员合影时，他显得比他人瘦了1号。瘦弱的肩膀难以支撑衣物。即便在今年以来播出的《长月烬明》中，尽管罗云熙穿着多层戏服，仍能给人留下头部大于身体的印象。与白鹿合影时，白鹿反而给人一种更加女友力十足的感觉。王一博和罗云熙的事例引发了人们对在追求完美身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平衡点的思考。无论是发福还是过度瘦削，追求某种极端都可能导致演员的形象和表现力受到影响。娱乐圈中普遍存在一个健康且适合自己的身材，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演员的职业生涯，还关乎到他们的身心健康。尽管颜值在演艺圈十分重要，但演技也同样不可忽视。杨洋的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道理。杨洋以其出众的外貌，作为军艺校的校草，迅速在影视圈崭露头角。他的演艺之路充满了顺境，新人时期即有机会出演《红楼梦》中的宝玉角色，而在《微微一笑很倾城》中，他饰演了萧奈一角，当之无愧地成为校园男神。然而，岁月流转，杨洋似乎逐渐难以深入角色，常常给人一种放不下偶像包袱的感觉。例如，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他有一场吃面的戏，观众看起来感到相当尴尬。在他本应表现得自然的动作中，他却表现得生硬且矫揉造作，令人看过之后不禁产生怀疑。此时，一旁正在拍照的刘亦菲也不由得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在《舞动乾坤》中，杨洋所理解的活泼好动表现为表情丰富，但实际上却显得相当浮夸，最终呈现的效果让人感到不适的油腻感。在《我的人间烟火》中，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杨洋总是竭尽全力展现自己的帅气，即使是普通的牙疼戏份，他也会通过夸张的表情来演绎。这种刻意的表演并没有提升个人魅力，反而让人觉得有些油腻。他频繁皱眉和瞪眼，反而降低了颜值。杨洋的经历告诉我们，仅仅依赖颜值在演艺圈立足是不够长久的，过于依赖外在条件可能会变成自我限制的枷锁。演员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既要不断提升内在实力，又要不断优化外在形象，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这种现象并非杨洋一人所独有，而是演艺圈普遍存在的问题。它反映了演员们在颜值和演技之间寻求平衡的挑战。演员是否应该抛下偶像包袱，全身心投入角色？这样的问题，每位有志于此的演员都应该深入思考。对于观众来说，
这也可以作为一种提醒，我们在欣赏演员的外表时，是否也应该更加重视他们的演技进步呢？毕竟，唯有那些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表演，才能真正打动人。